中国道家文化源远流长，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，高人层出不穷。漫漫岁月长河之中，有多少关于道的记载，或湮灭于历史尘埃，或流落于民间乡土。曾经辉煌一时的道家，如今多半成了旅游文化景点。有这样一个道士，他的一生是传奇的，也是曲折的，更多的是无奈的。他救过很多人的命，其中包括我，也包括我小姨。接下来给大家讲述的是最后一个道士查文彬的一生。由一个小故事引出一个人。查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，百家姓当中是这么记载的：查姓是中文姓氏之一，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97位。一是出自姜氏，炎帝后羿，春秋齐国齐顷公的儿子，被封于查，后代以封邑作为姓氏，成为查姓。后来查呢就去掉了木字偏旁，成为了查姓。二呢是出自芈姓，春秋楚国公族大夫封在查邑，后代以邑地名为姓氏。浙西山区有个村子叫洪村，村子里呢有一户徐姓人家，当家的男人是个木匠，做的一手好木工活，人称徐鲁班。祖上经常干的营生就是替别人家打棺材，到了他这辈儿，自然也就继承了家业。虽然有个好手艺吧，但是碍于做的是死人生意，也鲜有平常人家的女子能够看得上他的。几经波折，托媒人总算是在邻村娶了个媳妇儿。那个年代啊，有一样东西欠发达，便是避孕。10年间，他们生了3女2男。这家里的人口一多呀，开支就大。夫妻2人一商量，媳妇儿啊就去做了结扎。啊，徐鲁班是谁啊？哈，就是我的外公。又过了10年，没想到外婆居然再次怀孕了。外公也不知道是喜是忧，这自家媳妇儿明明做了结扎，为何还能怀上孩子呢？呵呵，哎呀，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10月怀胎，花熟蒂落。外公也没想到自己40岁的人竟然还能得了个女儿。他给这个最小的女儿取名叫秀，也就是我的小姨。那年啊是1977年。外公老来得女，自然是欢喜得不得了。待女儿满月的那天，大摆宴席，村间邻里也都来贺。就在一片喜庆之时，这徐家门前路过一个身着破烂道袍，背着八卦布袋的道士。有好事的人就叫住了这道士，出主意说这户主人家呀刚得了个千金，让这道士给算上一算，看看命相。那道士倒也爽快，过来瞅了一眼襁褓中的小婴孩，当即掐指一算，突然大惊失色，便把这男主人徐鲁班给叫进了内屋，小声地说道：主人家，您喜得千金，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，但小道有一句话，不知今天当讲不当讲。外公虽然是个木匠，但也通情达理得很，笑着说：哎呀，你这道士有话便说就是，不管讲的好与不好，一会儿开席了都请你喝杯酒。那道士看了一眼徐鲁班，说道：你这小女儿虽然长得漂亮，但恐怕将来不怎么好养活。外公一听就急眼了，刚得了个女儿，你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道士就在这瞎咧咧，说出这样的晦气话。于是啊，上去就推了道士一把。你这道士太不识抬举，怎么能这样乱说话呢？
这道士本来就衣着破烂，被徐鲁班这么一推，竟然把衣服给撕破了，从他怀里掉出个铜疙瘩，滚落到地上。里面的嚷嚷声惊着了在房间里面待客的外婆，过来一看，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正在跟自家的男人在那儿纠缠呢。他上去分开了两人。听我妈说呀，外婆还真是个人物，先是不问缘由的痛骂了一顿外公的无礼，然后又跟那道士赔礼道歉，拿出针线给他缝补好了旧衣，说什么也要留下人家吃顿饭。那道士推脱不过，便和众人一道入席，几杯小酒下肚，脸色一红，就开始吹自己是茅山掌门，道术了得，不想却引得宾客哄笑。不知那道士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地，席间众人再次问起这个婴孩的命相，他竟然再次说道：这小女娃娃是一个短命儿啊，很不好养活，只怕将来有难呢。众人一听，心想：你这道士还敢口出狂言？特别是外公，刚刚压下去的火头噌的一下又窜起来了。他跑进屋内，拿出一把斧头就要砍过去，幸好被众人拦下，便在那儿破口大骂。外婆这回可是听得真真切切了，不免脸上也挂不住了，朝那道士喊道：嗨，哪里来的野道士？我好心招待你，你却这样诅咒我的女儿，快点滚出去！不想那道士被这般辱骂，却也不恼，摸了摸胸口，又看了看天，扫了一眼众人，说道：主人家不要生气，小道也是实话实说，你这个女娃娃恐怕活不过9岁，若是道士有难，可以来安县五里铺找我。说完朝着众人做了个揖，转头就走，只留下宾客面面相觑，和外公一家人气得直哼哼。虽然大家都劝说不要当真，但在本就有点迷信的外婆心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个阴影。转眼间已是9年之后，小姨不仅长得健康聪明，而且还十分漂亮，尤其是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很是讨大人欢喜。慢慢的，外婆家的人对于9年前道士说的那番话也逐渐忘记了。农村里有不少地方死人了，要大办丧事，也就是所谓的喜丧。全村的人都要过去帮忙治丧，大家还要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好不热闹。但是一定有一份菜是每家都有的，就是一份白豆腐，所以白喜事也叫做吃豆腐饭。1986年的夏天，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天，红村里死了一个老人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有一场白喜事意味着可以打打牙祭。外公和外婆带着小姨去吃豆腐饭，席间小姨也跟着吃了不少油水下肚。宴席完毕，一家3口趁着天上的星星亮光往家里赶路。那户人家离外婆家里有2里地，在必经的路上有一个水库，300来米长。那个水库我小时候还时常偷跑去游泳，每次都是被外婆抓回来一顿好揍。也不说缘由，那段路啊是没有人家住的，这2里地走走也就10来分钟，况且这条路平时走的也不少。那一晚的月亮和星光都特别亮，照的那条小路一片惨白，根本就不需要手电来照明。夏天的农村有一样东西总是能吸引小孩子，那就是萤火虫。小姨在追逐着前面的萤火虫，一边追一边笑，虫子一闪一闪地往前飞，小姨就跟在后面跑。后面的外公和外婆也离着不远，笑呵呵地看着孩子。外公抽着旱烟对外婆说：
是谁说我家闺女不好养的？这孩子自打出生，就连个小病都不曾生过。我看那道士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外婆叮嘱小姨跑慢点，没一会儿就到了家。小姨本来小时候呢是跟着外公外婆一块睡的，长大些后就把她安排到了她三姐那儿去睡了。外公有4个女儿2个儿子，大姨大舅和我妈都已经成家了，就剩下三姨和小姨以及一个小舅还在家里。睡觉前，小姨跟三姨说着今天吃席吃着的好东西，惹得三姨好生羡慕。自从这个妹妹降临之后，外公家有点好的都是尽可能的留给小姨。就拿吃玉米来说，小姨拿到的永远是靠头的那节，三姨吃的呢永远是尾巴上的半截。不过小姨确实也惹人喜欢，三姨给她洗了脚，就把她抱到床上去了。在三姨的陪伴下，小姨很快就入睡了，一直到后半夜的一声惊叫，划破了徐家已经平静了9年的生活。发出这声惊叫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原本已经熟睡了的三姨。在小姨入睡之前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到了后半夜，三姨迷迷糊糊的听到了窸窸窣窣的起床声，她以为是秀要起夜。这孩子呀，平日里是不起夜尿尿的，怎么今天晚上就爬起来了呢？借助窗外的月光，他看到了9岁的秀爬起了床。他以为妹妹只是起床尿尿，所以也没有在意，于是一个转身继续睡觉了。过了大概1支烟的功夫，三姨忽然被惊醒了，因为她没有感觉到妹妹回被窝的动静，于是她转过头想看看。这一转头不要紧，三姨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。窗前的妹妹朝着窗外的月亮跪着，一个哆嗦把还有点迷糊的三姨给彻底吓醒了。她理了理自己的衣服，故意壮着胆子咳嗽了一声，没有反应。三姨这人呀，自小胆子就特小，一只老鼠都能把她吓得半死。三姨轻轻地对着小姨喊了声秀儿，但是跪着的妹妹依然没有丝毫反应。三姨又大声再喊了一声秀儿，你咋了？妹妹还是没有反应。她赶紧下床，连鞋子也顾不上穿，下地去看妹妹。三姨光着脚几步就迈向了跪着的妹妹，把手按在了她的背上，想转过妹妹，却发现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妹妹居然没有被她转动。借着月光，三姨绕到前面去一看，她看见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画面。跪着的妹妹嘴巴里嚼着用来点亮的白蜡烛。那时候的农村经常没有电，所以大家不得不总是用蜡烛来代替电灯，并且还舍不得用呢。此刻的小姨嘴里嚼着蜡烛，面无血色，眼神呆滞而无神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月亮。三姨吓得发出了这辈子最大的叫喊声，这一叫叫醒了外公外婆和尚未成家的小舅，也叫醒了小姨在出生时候就被人算到的那个劫难。当外公披着外衣跑到他们房间的时候，三姨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啪的一下，打开电灯的一刹那，小姨已经昏厥在了地上，旁边的蜡烛上咬痕清晰可见。当外公抱起小姨的时候，看着她的脸色和嘴里的蜡烛，也惊住了。全家人把目光转移到那跌倒在地的三姨身上。外婆一把拉起三姨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你妹妹怎么了？三姨当时已经完全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有不停地发抖的身体和打着颤的牙齿告诉众人，她仿佛看见了很恐怖的一幕。外公抱起已经昏迷的小姨放在床上，外婆抱着发抖的三姨，而才12岁的小舅手里抱着的那条小黑狗，在进了这个屋子之后就开始狂吠，不停狂叫，有点瘆人。外婆不耐烦地让小舅把狗抱出去，只是那条狗出去后又在房门外叫，只是不进来。外婆可能也被叫得有点烦了，于是对着那条狗大喝了一声：再叫就把你宰了！说来也奇怪，一声大喝过后，那条黑狗啊居然吓出了尿来，然后就夹着尾巴就跑回到了狗窝。过了一会儿，逐渐平静下来的三姨跟外公外婆讲述了自己看见的那一幕，把外公外婆也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三姨说完，忍不住又开始啼哭，却被外婆一把捂住了嘴巴。不准哭！三姨只能强忍着恐惧，哼哧哼哧地出着粗气。过了没一会儿，小姨开始迷迷糊糊地动弹了，然后就开始吐，狂吐，吐出来的东西夹杂着腥臭，有刚吃下去的蜡烛，也有已经呈现半消化状态的晚饭，真是五颜六色，让人作呕。外婆其实是懂一点土医术的，那么晚了也没办法，就烧苦丁茶给小姨喝。这个苦丁茶我小时候也在外婆家喝过，治疗小孩吃坏肚子很有效的。具体是将鸡胗外面那层皮晒干，外加茶叶放在铁板上烤，烤焦后磨碎了冲水喝下去，能去除小孩积食，据说有驱邪气助消化的作用，真的挺有效。外婆按照积食的土方法给小姨灌了苦丁茶下去，小姨却死死地咬紧牙齿，反正就是灌不下去，偶尔灌下去的一点儿也被她给吐出来了。最后没办法，外婆让外公捏开小姨的嘴巴，让小舅按住她乱踢的脚，强行给她灌了不少下去。这苦丁茶灌下去之后啊，小姨倒是安静了一会儿，只是啊，三姨却再也不敢睡了。于是呢，外公和外婆留在了小姨的房间里陪着小姨睡，让三姨和小舅舅去他们的房间睡。此时的小姨已经有点清醒了，没一会儿倒是不吐了，又开始拉肚子，如此反复的折腾到了天亮。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去了。卫生院的人一看，说怕是吃坏了，按照急性肠胃炎给小姨打点滴。护士刚把针头插进小姨的手臂，就被小姨一把给扯了，她怎么都不肯配合医生的治疗。最后医生没办法，改用屁股针注射，还需要外公死死地抱着她，不让小姨乱动弹。如此折腾了半天，小姨还是不停地吐着苦水。镇卫生院的医生建议外婆将小姨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县医院去看看。当天中午，外公外婆带着小舅和小姨搭车去县城。到了车上之后，因为晕车，所以外婆抱着小姨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那时候的公交车是很紧张的，外面挤着上车的人很多，包括小舅和外公两人。外婆拉开车窗想透口气，突然小姨一个箭步从窗户口钻了出去，刚好被外面的外公眼疾手快地接住了。小姨一边哭一边喊：妈，你别带我去医院，我这个病治不好的，我要死的，你带我回家，带我回家。
任凭外公怎么哄，小姨就是哭个不停，死活不肯上车。那一年她才9岁呀。小姨说的这句话是小舅后来亲口告诉我的，因为他当时在场。可是小姨却告诉我，她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别的就不清楚了。话说呀，在外面接住小姨的外公把小姨又从窗户塞进了车子。外婆这回可把小姨抓紧了，一把把她牢牢地抓好，任凭她哭喊也不理睬。车子载着一家人缓缓地驶向县城。到了县医院，拿着镇医院开的介绍信，院方马上给小姨安排了住院。医生检查了一番之后，开始也按照吃坏了东西的方式治疗。在治疗期间，小姨不止一次地趁大人不注意跑出医院。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外婆一狠心，用布条子绑着小姨，也不敢睡觉，几个人轮流看着她。就连上厕所呀，也是在病房里解决，哪里还敢放她出去啊？1986年，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普遍不好，医院也是吃食堂的。起先小姨对外婆从食堂打来的饭菜不是打翻就是一口也不吃，全靠营养液维持着。大概是住院的第3天，那天中午外婆照旧去食堂打饭，打来的饭大家一尝是半生的，饭没烧熟，也就是俗称的夹生饭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放在小姨面前的那碗夹生饭却让小姨流了口水。她第一次开口说自己要吃饭。外婆诧异地给她解开了布条子，小姨几口就把一碗半生的米饭给吞了下去，并且嚷嚷着还要吃。结果外公外婆、二姨以及小舅手中的夹生饭都被小姨一个人给吃了。肚子鼓得很大，但她嚷嚷着还要吃，这可吓坏了一家人。外婆赶紧过去找了医生过来。医生一看，这孩子都成这样了，哪里还能再吃啊？连输液管都给拔了，给喂了点消食片就走开了。晚饭时间，米饭正常了，小姨又开始不进食了。本以为是她中午吃多了，但第2天、第3天，无论是多好的饭菜放在小姨的跟前，她都不张嘴的。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第4天的晚上。那天晚上，小姨还是不吃饭。看着日渐消瘦的小姨，外婆含着眼泪，心疼得要命，怎么哄都不管用。无奈之下，外婆去外面花钱买了一份夹生的饭给小姨试试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小姨又吃了个精光，一直吃到肚子又鼓起来为止。这种情况医生也解释不了，只是叮嘱不能给她吃这种夹生饭了。小孩的肠胃本来就不好，这种食物反而容易加重病情。之后2天，家里人不敢再给她吃夹生饭了，医生对小姨也没办法。一直持续到了第7天的时候，小姨突然又昏厥了，并且开始抽搐和口吐白沫，心跳和血压都开始下降。医生说，还是准备后事吧，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病。那时候的外婆很坚强，她也没有哭，只说了一句，要死也不能死在医院里，不管怎样也要拉回家去。说着就连夜叫车给拉回了老家。回来的路上，外婆想起当年的那个疯道士，让外公再去找他。可那是9年前路过这里的一个疯道士啊，那时候既没电话又没名片，茫茫人海，从何找起啊？外婆回想起那疯道士曾经提到过一个地方，安县五里铺，便赶紧差外公骑着自行车前去。
外公火急火燎的一路问人，终于在一个小镇上打听到了那个地方。等赶到五里铺，已是天黑，见人便打探此处有没有一个道士。几经询问，终于有了点眉目。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指点外公说，五里铺往西有一个小村子，不过偏僻得很，要经过一片板栗林，下面呢是坟地，过了坟地再走5里路。以前据说那儿是有一个道士，至于姓甚名谁就不知道了。外公谢过老人家，趁着月色赶夜路，路过了那片板栗林子，也不知是萤火虫还是鬼火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吓得他拼命地蹬着车脚踏板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狠的，爬起来也顾不上检查，咬着牙往前赶。等到那个小村子的时候，已是痛得满头大汗，坐在村口检查了一下，连骨头都要看见了。外公很是疼爱这个小女儿，也是急了，就蹲在路边大哭起来。就在外公哭的时候，村口一户破草房里出来一个年轻男子，浓眉大眼，鼻梁高耸，一袭白色长袍，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，赶上来就问外公是咋回事。外公这个人啊，也真是个急性子，就跟一个陌生人竹筒倒豆子，把事情就讲了。听完外公的讲述，那个年轻人就说呀，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随我进屋慢慢说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吧。说着就引外公进了屋子。进去之后，外公看见这间不起眼的茅屋里，墙壁上挂着道家3清的画像，玉清元始天尊，上清灵宝天尊，太清道德天尊。那个人给外公泡了杯茶，示意外公坐下来，看外公的伤口，一看好大个口子，连裤子都给划破了，血呢浸湿了布料。又进屋拿了草药给伤口先敷上，再用白布给包起来，暂时止住了血。不过外公还是痛得心慌。包扎完，那人又起身给外公泡了杯茶，茶看上去啊普普通通的，外公一口喝下去，倒也奇怪，内心的不安逐渐的平复了，伤口呢竟然也慢慢的不疼了。外公这才开始一番叙述，讲了事情的原委，问这个男子可知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老道士。不想那男子竟然说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找的应该是我的师傅。可惜啊，3年前他已经归天了。既然师傅生前有交代过你来找他，那么大哥要是信我，就由我过去看看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外公一听人死了，这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，当即连连点头，生怕这个人等会儿他也找不到了。那男子问了小姨的生辰八字，又拿出罗盘掐指算了算，对外公说道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你这小女儿啊，怕是活不过这个月的15了。家事9年前就曾告诫过，没想到你们不但没有相信，反而还……外公一听就立马给男子跪下来，痛哭起来。啊！哎呀，当年我们谁也没想到那个疯道士，那个道长说的是真的呀！你看这可怎么办？一切或许都是命中注定。男子一边扶起外公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，罢了，你稍等会儿。不一会儿，那男子便从旁边的厢房出来，身着一身金丝银线道袍，头戴八卦帽，脚踏白色八卦鞋，还背着一个八卦乾坤袋，对外公说道，你且带我去你家，越快越好。你要是现在能走，
马上就出发。外公看这男子一身道士装扮，知道自己遇到了懂行的人了，赶紧就起身，两人连夜赶回外婆家。殊不知外公这一赶路，也为日后他的腿落下了毛病，从此走路就有一点瘸了。要说外公平时也是村里的好劳力，但此刻腿脚有伤，那道士说的又急切，只能咬着牙坚持。这个男子就是后来跟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查文彬。那年的查文彬育有一儿一女，是对龙凤胎，过着清贫的农村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等到了外婆家，外公对外婆讲明了来历，就带着查文彬去小姨的房间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小舅的那条小黑狗看见文彬的时候格外亲切，撒欢地抱着他的腿。要知道这条狗平常对生人很凶的，据说连我爸爸也差点被它咬。文彬摸了摸小黑狗的头，笑笑就进去了，并且让其他人候在外面。一炷香的时间后，查文彬出来了，面色有点沉重。外婆很紧张地问：道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查文彬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让外婆准备一张桌子放在门外。外婆哪里敢怠慢啊，赶紧就去搬了张小桌子搁在门口。接着查文彬又叫外婆准备一份倒头饭。倒头饭就是把碗里的米饭盛满，按结实之后整个倒出来，让米饭呈现出碗的形状，然后再把米饭倒置在碗里，保持着米饭碗底朝上的姿势，而且一定要半生的米饭。摆好案子之后，中间一碗倒头饭放着，那男子从乾坤袋里拿出3根香，一沓符纸，一盒朱砂，一支毛笔，又让外公把小姨的床抬到正对着房门的位置，并且让外公拿麻绳捆好小姨。再说那时候的小姨，自从文彬进去之后啊，就一直乱斗，连外公这个成年男子都差点按不住他，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力大如牛。听了道士的话，外公就用麻绳捆住小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条麻绳不仅是为了不让小姨乱动，更多的作用恐怕是锁魂，也就是捆住小姨的魂魄，不让她魂魄出窍。捆好小姨之后，道士又拿了个黑黑的石头样子的东西塞进了小姨的嘴巴里，说是为了防止等会儿她咬舌自尽。弄完这一切之后，道士恭敬地把3根香点燃。那种香比我们见到的普通的香要长要粗一点，颜色偏黄，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贡香。说来也怪，这屋子里并没有风，但是点燃的香出的烟却由3股合成1股，然后竟然慢慢的飘向小姨的房间里。接着文彬拿出一方砚台，我外公呢是个爱好书法之人，一见那砚台就识得那不是普通的砚台，那是一方白铜墨盒砚台，形状呈八卦模样，只是这方砚台中间的部分是红色，而不像普通砚台是黑色的。道士看了一眼小舅舅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对他说：呵呵，小娃娃，你去撒点尿来，装在碗里接好，拿进来给我。外婆赶紧又拿了一个大海碗，领着小舅就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小舅的尿就拿了进来。那道士倒了一点尿进了砚台，然后把那盒朱砂放进了砚台，搅拌之后，拿起毛笔开始在符纸上画起符。画符的时候，笔不离开纸，全部都是一笔连到底，总共画了8道符，然后分别贴在了小姨房间的8个方位。说来也奇怪，
当最后一道符贴完之后，床上的小姨竟然发出了惊恐的吼叫，只是嘴巴里被塞着东西，也听不清楚是什么。她的眼睛瞪得很大，不安地摆着头，像是很恐惧，又像是很愤怒。文斌连瞧都没有瞧挣扎着的小姨一眼，反而快步走了过去，脚踏七星步，每走一步就画一道符，然后手指一捏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那符纸就燃烧了起来，然后嘴里开始念咒。床上的小姨随着文斌的咒和符纸开始不断挣扎，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似乎就要挣脱那根手指粗细的麻绳，连床板都咯咯作响，脸色由白转青，嘴里呢不停地发出声音。也听不清楚是什么。总共烧了7749道符之后，小姨的力气似乎也用尽了，只剩下大声的喘气声。外婆一家人也吓得不敢动弹，只是文斌脸上的神色反而越来越凝重，渐渐的居然开始出汗了。最后一道符烧完，已是汗流浃背。道士席地而坐，喝了一杯外婆递过来的茶水，看上去十分疲惫。他坐了大约有3分钟才站立起来，显得很虚弱的样子，对着外公招招手，小声喊道：哎，屋里不要再留人了，全部到门口去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在外婆家的厨房里，一家人看着疲惫不堪的道士，就都问怎么样了。文斌看着眼前充满期待的一家老小，摇了摇头说：今天怕是有麻烦了。外婆听到他这么讲，扑通一声就给跪下来，接着呢，三姨和小舅也跟着跪下来。外婆哭着求文斌：道长啊，当年我们有眼不识之神，赶走你的师傅，你千万不要怪罪我们，要救救我女儿啊！医生都已经宣布叫家里准备后事了，我们也没其他办法了，眼下只能指望你来救她。我们徐家给人打了一辈子棺材，不曾短人木料，也不曾多收人钱，遇到买不起的穷人还送一口薄皮棺材过去，也算积了不少阴德，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文斌赶紧一把拉起外婆说道：嫂子，家师的事我非常理解，他为人行事很是古怪，别说你们了，有时候我也不能理解，不怪你们，只是你女儿的生辰八字是阴阳颠倒，这一年本就有个劫，再加上那天晚上经过水库的时候，这小女娃五行缺水，刚好被小鬼给遇上了。按照我的推算，应该是本月15归天，今天已经是14了，现在那小鬼还在房间里，只是我暂时用捆仙绳捆住了女娃娃的魂魄，又用符封住了屋子的出口，我估摸着那小鬼还在等着抢魂呢。外婆一听可吓坏了，小鬼勾魂以前也从一些老人的嘴里听说过的，但是事到如今就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，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便壮着胆子问文斌：有几个小鬼？文斌伸出了2个手指，2个，一男一女，是2个孩子所化。这话一出，外公一家心中就有了点眉目了。早些年啊，那个水库里有2个小孩摸螺丝，不慎落入了水库，淹死了。后来村子里的大人就一直不让家里的小孩再去那个水库里玩，一直到后来水库翻新了，才有表哥带着我去那里玩过。文斌接着说，那2个小孩是枉死的，所以一直想拉2个垫背的，说不定你们村子里这个月的30那天还会出个事儿，而且是个男孩。
外婆就问：有没有办法？办法是有，不过外婆以为他是想要点钱财，就立马取出家里的几张大团结递给了文斌。可是文斌摆了摆手说：哎，嫂子，你去准备红绿2种彩纸，然后弄点饭菜吧。这彩纸外婆家里倒是有，三姨平时喜欢剪纸，所以不一会儿红绿纸就有了，铺了一桌子。文斌对着三姨说道：你拿着剪刀剪2套衣服出来，红绿各一套，就是那种小孩穿的大小，模样随便，只要是像衣服就行了。我们下集再见。